上，希望等一下的风景是值得的。Just me, my bike, and the open road. Let's roll. 前方是我影片最常出现的交叉路口，甘甜花香美上林。今天要往琼林的方向来去鹿寮坑，你知道吗？地名里的坑其实是指山地或丘陵间的小山谷，或者冲积扇的顶端，像是台湾著名的深坑、大坑、古坑，都各自有独特的地形与故事。上方为国道3号，注意看，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次从下方穿过哦。有没有一种玩伦敦铁桥垮下来的感觉？根据统计，全台湾叫什么坑什么坑的地名竟然多达2346个，这意味着骑到这些地方的坡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现在这条竹21是我往返琼林最喜欢的路线。前段这里有凤山溪支流的下横坑溪陪伴，还有路旁的橘子田园。国道3号又出现在上方了，让我开始想念头前溪南岸回文珍自行车道。我们在那部影片一次穿越了68快速道路和国道3号啊。前方这可以通往飞凤园，有民宿可露营，占地50甲，夏夜满山萤火虫。这里有一个短隧道，光明隧道，记得开启前后灯，避免后车因暗适应看不到自己呀。我的山洞现在到了琼林了，下坡。没错，我们就这样从关西的下横坑抵达琼林的水坑。水坑的南边是中坑，这地方很多坑，很多窝啦。窝是客家族群常用的地名，用来形容类似本基状、三面地势高、一面低的地形。大家知道吗？在北部丘陵地区有许多带有窝字的地名，而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新竹的琼林乡，这里居然有多达18个窝字地名。刚好这又是我们频道的第18部影片，是不是很巧呢？更棒的是，18的谐音是要发，象征好运与发展。2025年用这个吉祥数字来为我们的频道打响一个好兆头啊！竹21的终点附近有一座充满文化气息的邓雨贤音乐文化公园。这座公园是为了纪念这位曾在琼林国小任教，被誉为台湾歌谣之父的音乐家邓雨贤。他的代表作《望春风》和《雨夜花》已成为台湾经典民谣的象征。走进这里，仿佛穿越时空，脑海中自然而然地回想起那些熟悉而动人的旋律。有呀花，有呀花，秋风有吹落地。看到了竹21终点，我们准备左弯，接线到123来去鹿寮坑。弯进来这个琼林乡农会农民直销站和稻谷干燥中心，墙上的鲜艳彩绘总是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啊！看到前方这些鲜红色五秀天桥，左转就可以前往五龙，然后到达鹿寮坑喽。这五华工业区的标志设有梅花鹿和农人丰收的装置艺术，沿途的路灯也都有鹿角点缀，骑乘在这里仿佛融入了自然与文化的交织之中，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。来到鹿寮坑驿站旁，有一棵茄冬树，树龄已超过300年，已列管为珍贵老树，编号32，有身份证的哦。被当地居民当作守护大家的伯公树，充满了历史和人情味。其实今天这趟鹿寮坑之旅，是因为在网络上看到有网友分享说，琼林也有湖畔落羽松秘境，我这就来了。
1.12公里，平均坡度11.9%，不夸张，爬得很不知如何形容啊！进来的这一段就是陡上期待，希望等一下的风景是值得的。这几年落羽松在台湾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几乎变成全民运动，到处都可以看到落羽松的踪影。这次就趁机来个新地点，探索、发现、享受大自然的美好。这片落羽松虽然占地不大，但有湖，真的就是加分。看到水，心情指数瞬间满点，睡啦！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清幽无人，让我可以一个人包场，稍微逛一下园区，自然宁静，真是太享受了。这貌似竹笋的东西是什么啊？原来是气生根。气生根是落羽松的呼吸管道。因为落羽松常长在沼泽地，所以长出很多鼻子来呼吸。这里长出为数不少如同大块石头般的气生根，形状真的像竹笋头部尖尖的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多指教。过了许久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片美景。我会再来的。上山容易下山难，有高达16%、18%的坡，是要怎么下山啦？出门骑车，平安永远摆第一，牵车下坡。鹿寮坑，鹿寮坑是知名的赏桐圣地。听说这间十爷十娘超灵验，大家都说这里是爱情开花的地方。在这寒冷的冬天，喝个热水再出发。现在沿着竹26鹿寮坑，准备骑到关西的沙坑，感觉前面又是个陡坡。这一段都没人，很赞，超棒的，随便乱骑，很陡的时候就给它 S 骑乱骑呀。这里是有超过100年的梯田和天池。梯田是先民用当地的软石叠成的，不用水泥，还能自然排水。一阶阶翠绿梯田，层层叠叠，骑过来真的超美。陡上，陡上。然后就下滑接沙坑，横山乡就到喽。